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哦。OK， 好。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件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就是为我们共同居住的这颗星球做一次全面性的健康诊断。我们要深入探讨的主题就是生物多样性危机。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硬，有点学术，但你相信我，这件事跟我们每个人的未来，甚至是我们每天喝的水、吃的食物都息息相关。这次的分析我们会分成5个部分来走，一步一步把这个复杂的问题拆解清楚。首先，我们会谈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跟自然之间那种巨大的脱节。接着，我们会搭上时光机，回到地球的远古时代，看看地球史上第一场环境危机。你会发现，哇，原来历史真的可以教我们很多事。再来，好，重点来了，我们会介绍2个非常强大的分析框架，它们就像是地球的听诊器和断层扫描一样，可以帮助我们精准地量化人类的足迹。然后呢，我们会讨论在这场危机中，我们到底正在失去什么？那是一座我们正在亲手烧毁的活的图书馆。最后，我们会一起探索一个全新的思维模式，也就是我们该如何从征服者的心态转变为地球公民的角色。好，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我们先不谈数据，也不谈理论，我们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觉得这个故事它完美的捕捉到了人类与自然关系发生巨变的那个非常关键、非常有象征意义的瞬间。有一位被誉为生物多样性教父的科学家，叫做汤马斯·洛夫角伊博士。他分享过一个他年轻时的经历，这件事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时间回到1962年，他还是一个大学生，跑到埃及的沙漠去参与考古探险。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个晚上，他跟团队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喝茶。因为空气极度干燥，几乎没有水汽，所以那晚的夜空亮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满天的星星都只是在闪烁，它们像是在燃烧一样，你甚至会觉得好像可以靠着星光来看书。在那样的星空下，你会很自然地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跟对整个宇宙的敬畏。但就在那个瞬间，一个非常微小却极度清晰的光点，安静地划过了天际。那是什么？那是人类最早发射的人造卫星之一。在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眼前这片浑然天成、天生自然的世界，跟那个划过天际的人造的世界，这2个世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分道扬镳。而从那一刻起，这个分离的速度其实是以指数级在增长，越来越快，越来越远。讲这故事不是为了让大家沮丧了，而是要建立一个共同的背景。我们今天也不是要沉溺在各种冰冷的统计数据里，但接下来这2个数字，我真的觉得你一旦听懂了，看世界的角度就会完全不一样。准备好了吗？第一个，我们人类加上我们为了吃肉喝奶而饲养的家畜，像是牛啊、猪啊、羊啊，你猜猜看，我们的总重量占了地球上所有哺乳类动物总重量的多少？答案是80%。你没听错，80%，这真的超扯的，对吧？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地球上其他成千上万种野生的哺乳类动物，你想得到的，从最小的群鲸到最大的蓝鲸，全部加起来，只占剩下那区区的20%。我们的存在感根本是压倒性的。好，这还只是其一。第2个数据更让人心惊。地球上60%的大型陆上肉食性和草食性动物，就是那些我们在国家地理频道上会看到的狮子、老虎、犀牛、大象，都正面临灭绝的威胁。这2个数字就像是地球健康检查报告上用红色马克笔圈起来的2个超大警讯，直接告诉我们，人类的影响力已经大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了。好，要理解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其实回头看看历史会非常有帮助。不只是人类的历史哦，我们要看得更远，回到地球的历史。
我们现在要回到非常非常久以前，来看看地球上的第一场环境危机。这故事真的超酷的，而且非常有启发性。大约在35亿年前，当时的地球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大气中几乎没有氧气，所以当时称霸地球的都是一些不需要氧气的厌氧生物。其中有一种叫做蓝绿菌的微生物，它们演化出了一项改变世纪的超能力——光合作用。它们吸收阳光和二氧化碳，然后排出一样东西，但对它们来说，这东西是剧毒的废物，那就是氧气。一开始，这些氧气毒素被海洋里大量的铁给吸收了，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铁矿床。但重点来了，当海洋里的铁全部用完之后，大量的氧气就开始涌入大气层，彻底改变了地球的化学组成。这场大氧化事件对当时的厌氧生物来说，根本是末日浩劫，造成了大规模的灭绝。但同时，它也创造了新的可能性。高浓度的氧气在平流层形成了臭氧层，保护地表免受致命的紫外线伤害，这才让后来更复杂的需要氧气的生命形式，包含我们人类的远古祖先，有机会登上陆地。所以你看，蓝绿菌可以说是地球上最成功的生物之一。它们实在太成功了，成功到彻底改变了整个星球的化学环境，完全是改造了地球。但最讽刺的是，他们创造出来的这个富氧环境，对他们自己来说是有毒的，最终导致他们从地球的主宰变成了生态系统中的边缘角色。一个物种从根本上改变了行星系统，结果却害到了自己。这个剧本是不是听起来有点熟悉，对吧？但我们跟蓝绿菌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只是一个演化的意外，而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有科学，有数据，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的行为正在如何改变这个星球。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重点，既然我们知道，那我们到底该如何衡量我们的影响呢？接下来这个部分可以说是今天分析的核心中的核心。我们要来介绍2个非常强大、非常重要的思考工具，它们能帮助我们客观地诊断地球的健康状况，并且精确地测量我们人类留下的足迹。这2个工具一旦学会，你分析很多环境问题的功力会瞬间提升好几个档次。第一个框架叫做派崔克原则，是以一位非常厉害的生态学家露丝·派崔克命名的。这个原则的核心概念其实非常直观，但却极度深刻。他说，一个生态系中物种的数量和种类，也就是它的生物多样性，其实综合反映了这个系统所承受的所有冲击，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简单来说，你不用去测量水质、土壤、空气污染等等几十个变因，你只要去看看一个地方有多少种不同的生物，你大概就能知道这个地方健不健康。生物多样性就像是一张生态系的健康成绩单，或者说是一个总体检报告，一目了然。好，这个原则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对吧？没关系，接下来这个例子可以说是我看过最经典也最震撼的一个实验，它完美的证明了派崔克原则。这是一个在英国进行的持续超过100年的超长期实验。你想象一下，在1856年，科学家们找到一块很普通的草地，上面生机勃勃，有49种不同的植物。然后他们开始做一件事，就是持续的对这块地施加一个压力。这个压力源其实我们都很熟，就是化学肥料。他们就这样一直施肥，一直施肥。时间快转到1949年，将近100年后，你来猜猜看，这块原本有49种植物的土地，剩下几种？答案真的会让你吓一跳，只剩下3种。你没听错，从49变成3。这发生了什么事？很简单，肥料让那几种最强势的草长得跟疯了一样，直接把其他几十种比较温和的植物的生存空间全部抢光了。这就是压力下的生态系统崩溃。但重点来了，这个实验最酷的地方还在后头。当科学家停止施肥，也就是把这个压力源拿掉之后，你猜发生了什么事？没错，那些消失的物种开始一个一个慢慢的回来了。这就像一个人生病了，你找到病因，拿掉病因，身体就有机会自我修复。这个实验用100年的时间给我们上了一场最宝贵的生态课。好，理解了派崔克原则这个微观的工具之后，我们现在把尺度一口气拉大，
从一块田地拉到整个地球。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第二个框架——行星边界。这个概念是由一群顶尖科学家提出的。他们认为地球有一些关键的系统，像是气候、海洋、生物圈等等，它们都有一个安全操作空间。只要我们人类的活动不超出这个边界，地球就能维持在过去1万年来那个相对稳定、适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全新式状态。这张图你看，就像是地球仪表板上的警示灯，绿色区域是安全区，黄色是风险增加区，红色就是高风险区，代表我们人类的活动已经把这个系统推到了危险的边缘。你可以看到，像是臭氧层破洞，经过全球努力，我们处理的还不错，在安全区。但有几个指标已经亮起了刺眼的红灯，特别是氮和磷的循环，还有我们今天的主角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它不仅是红色，而且是红的最彻底、最严重的一个，早又远远冲破了安全边界。为什么？因为它完美体现了我们刚刚讲的派崔克原则。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它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但它同时也整合了所有其他问题的影响。你想想，气候变迁会不会影响它？会。化石污染会不会影响它？会。土地利用的改变当然也会。所以生物多样性这个指标可以说是地球健康状况的总指标，它是所有问题的最终体现。OK， 我们刚刚看了诊断工具，知道了问题在哪里，有多严重。但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到底正在失去什么？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这部分我们不用数据，我们用一个非常强大的比喻来理解。我们先来看一个很有趣，但其实也很令人忧心的现象。牛津儿童字典在最近的改版中删除了一些词，也增加了一些词。被删除的词有像是 acorn 橡实、bluebell 蓝铃花、heron 苍鹭、nectar 花蜜。而新增的词呢，有 blog 部落格、chat room 聊天室、voicemail 语音信箱、cut and paste 剪下贴上。这件事本身就很有象征意义的，对吧？当我们交给下一代的语言正在用数位世界的词汇取代自然世界的词汇时，这反映了一种深刻的文化上的脱节。我们正在失去描述自然的语言，而当你失去语言，你也就失去了感知和关怀的能力。耶鲁大学的生态学之父哈钦森教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强大、非常有画面的比喻。他说，生物多样性本质上就是生命科学的一座巨大活生生的图书馆，而且大部分的书都还没被读过。这句话真的太精辟了。地球上每一个物种，从最小的细菌到最大的鲸鱼，都像这座图书馆里的一本书。每一本书里面都记载了经过数百万年甚至数亿年演化所累积下来的解决各种生存问题的独特方案。而且这座图书馆不是装饰品，它有巨大的实用价值。我们来看看一些从这座活的图书馆里找到的重大发现。疫苗接种的发明是源自于观察到挤牛奶的女工因为接触牛痘而对致命的天花免疫。抗生素的发现是佛莱明偶然注意到青霉菌可以杀死细菌，这拯救了上亿人的生命。很多降血压的药物是来自于研究南美洲一种腹蛇的蛇毒。科学家发现蛇毒中的一种胜肽可以让血管放松。最近科学家还在科莫多龙的血液中发现了一种抗菌胜肽，可能有潜力成为对抗超级细菌的新型抗生素。这些改变人类历史的发现都不是我们在实验室里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我们去阅读《自然》这本书的结果。重点是，这不是一座古老的图书馆，每天都有新的生物创新透过演化正在发生。但问题是，当我们让一个物种灭绝时，就等于是亲手把这座图书馆里的一本独一无二的书永远的烧掉了。我们甚至还来不及打开它，看看里面写了什么，就把它化为灰烬。除了实用价值，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伦理问题。美国的保育之父阿尔多·里奥帕德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保留每一个齿轮和轮子是聪明修补匠的首要预防措施。这句话的比喻真的太好了。他说，生态系统就像一台极度复杂的机器，我们对它的运作原理其实了解的非常非常少。每一个物种都是这台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或一个轮子，我们根本不知道大部分零件的功能是什么，也不知道它们之间是如何互相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随便把一个零件丢掉，就好像一个根本不懂引擎的技师，觉得这个螺丝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就随手把它拔掉一样，这是极度鲁莽且不负责任的行为。好了，我们诊断了问题，也理解了事情的严重性和背后的价值。在最后这个部分，我们要来谈谈处方。基于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我们又该如何行动？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所以，我们现在的角色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都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在这个巨大的生命网络中，究竟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利奥帕德再次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指引，他提出了一个叫做土地伦理的概念。他说，土地伦理将智人的角色从土地社群的征服者转变为这个社群中平凡的一员和公民。这句话是整个思维转变的核心。过去几百年，我们看待自然的态度是征服者是主人，我们认为自然资源是为了服务我们而存在的。但现在，我们必须转变心态，把自己看作是这个由土壤、水、植物、动物所组成的巨大生命社群中的一份子。我们不是主人，我们只是其中一个公民。这意味着尊重其他的成员，也尊重整个社群的健康和完整。面对这么巨大的挑战，很多人会觉得很无力，觉得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但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个会自我实现的预言。当我们把问题设定为我们是否能做到，答案很容易就是悲观的。但如果我们换一个问法，把问题设定为我们如何能做到，那整个思路就完全不同了。这会激发我们人类最擅长的东西——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的挑战不是去争论我们能不能在行星边界内生活，而是去动用我们所有的聪明才智，去设计出如何在行星边界内过上繁荣而且永续生活的方法。人类的智慧让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也只有人类的智慧能带我们走向不一样的未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我们与自然世界产生了巨大的脱节，这不仅是物理上的，更是文化和心理上的。第二，地球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物种的过度成功，完全有可能摧毁自己的生存基础，我们不能重蹈覆辙。第三，透过派崔克原则和行星边界这两个框架，我们客观地看到，生物多样性的警示灯已经亮起最刺眼的红灯。第四，我们正在摧毁的不仅是可爱的动物，更是一座藏着无数未来答案的活的图书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一个根本的思维转变，从土地的征服者变成土地的公民，并且将我们的问题从是否可能转向如何实现。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